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武。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，继续为大家淘机器。每天能为大家淘到满意的机器，我也是非常的开心。有这么多的粉丝支持我、相信我，也是我最大的荣幸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又有什么性价比比较不错的机器。苹果12 Pro Max 手上这是一台黑解无锁冲新机成色的。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800左右的一个预算，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。跟无锁国行它都是一样的品控、功能以及质量，然后相比它们差价也是有个700-800左右的一个差价，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。黑解的机器呢，它也是插卡就能用。屏幕的话，它是一个6.7寸的 OLED 屏，显示效果也是非常细腻。处理器的话，它是一个目前苹果处理器最好的一个处理器 ，A14 的处理器。后置的话，它是一个3像头，1200万的像素，也是支持超广角镜头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拍摄效果呢，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也是支持超广角镜头。电池容量的话，它是有一个3687毫安，我们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。拿来当主力机用个3年左右，这款机型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，同时也是支持5G 网络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的预算没有那么多，只有2000左右，然后平时呢也只是比较爱玩游戏，对手机的要求就是比较要耐用，然后能用个2-3年的话，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 X2，这台也是黑解无锁64G 的，目前市场95成新的，是在一个2000左右的预算，性价比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不错的。首先，它是一个6.1寸的 LCD 屏，手感上面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虽然说后置它是一个单像头，但是它也是有1200万的像素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这个拍摄效果如何。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虽然说后置是单像头，但是拍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电池容量的话，它也是有一个2942毫安 A12 的处理器，运行游戏也是非常顺畅，而且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，这款机型用个2-3年，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。预算在2000左右的话，也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款苹果11，这是一个黑解无锁，然后95成新的。目前呢，市场行情64G 的话是在一个2900左右的预算，性价比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后置的话是一个双摄1200万的像素，屏幕的话采用的是一个6.1寸的一个 LCD 屏，内置的话它是一个 A13 的处理器，性能呢也是非常不错，续航散热效果也是挺好的。可以看到系统呢也是非常的顺畅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这个后置像头的一个像素，可以看到显示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拿来当主力机呢，这款机型用个2年到3年左右，不论是外观颜值还是性能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型。华为 Mate 40 Pro 手上这2台分别是一个 128G 跟 256G 的一个冲新机成色。目前市场 128G 的冲新机成色的话是在一个6200左右的预算， 256G 的话是在一个6500左右的一个预算，性价比相比全新机也是有不少的差价。内置的话，它是一个麒麟9000的处理器，屏幕采用的是一个6.76寸的双曲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外观颜值以及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，都是非常巴适的。然后后置也是有一个5000万的像素，电池容量它是搭载4400毫安，内置麒麟9000的处理器，边上采用的是虚拟音量加减。也是支持5G 网络鸿蒙系统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拍摄效果如何。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拍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相比全新机的话，这边差价也是有一个1000多左右的差价，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。目前入手的话也是比较值得，毕竟相比 P50， 它也是支持5G 网络。华为 Mate 30手上这台是一个4G 版本的。8+128G 的，目前市场冲新机成色的话是在一个2900左右的一个预算，相比5G 版本，这里也是有一个
500到600左右的差价，性价比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。内置的话，它是一个麒麟990的处理器，6.62寸的一个直面屏啊，我们打游戏也不会出现误触的情况。性能的话也是非常顺畅的。电池容量它是搭载一个4200毫安的一个电池容量，后置是一个3像头，4000万的像素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拍摄效果如何。可以看到拍摄效果呢也是非常清晰的，不到3000的一个预算就能入手一个 Mate 30，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安卓的机型，如果说你的预算呢是在1000到2000左右，我们手上这2台机型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台机器吧。这台的话是华为的 Mate 20 Pro UD 版8+128的。99成新的，目前市场行情呢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一个预算。屏幕呢，它是采用一个6.39寸的一个双曲面，外观颜值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内置的话是一个980的处理器，运行这种高配置游戏啊，吃鸡王者也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顺畅。后置的话是一个徕卡3摄，4000万的像素，4200毫安的一个大电池容量，续航方面也是非常不错。然后这一款的话是一个三星 S10 5G 版本，8+256G 的一个大内存。目前呢市场行情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一个预算，这也是一个冲新机成色。屏幕的话，它是一个6.7寸的2K 柔性屏，三星的屏幕，然后系统也是非常顺畅的。电池容量的话，它也是有一个4500毫安，性价比个人觉得这款机型也是比较不错的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支持5G 网络的，然后256G 的一个大内存，只要1000多左右的一个预算，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。这2款机型呢，拿来当主力机啊，用个2-3年，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不用担心会不会卡顿的问题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配件，这个手表就是目前华强北非常火的一个 GT2 Pro， 它的一个具体功能呢，你们可以看我上期素材有讲解到。然后它也是一个升级款的，续航会更好一点。它有配一套这个黑色的表带，然后跟这一个硅胶的一个表带。然后价格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，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这款是苹果的手表，苹果的 S6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功能的话也是非常的多 ，QQ 通知、微信通知，然后支付宝离线支付、心率、血压这些都是有的，也是支持一个磁吸充电的。这个的话也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，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硅胶跟这一个白色的钢带。然后这个的是华强北二代1562M。它的续航跟音质都非常不错，跟正品的话基本没有什么相差，然后续航也会比正品的要好。价格的话，这个是在100左右的一个预算，然后这个的话是1562A， 然后它是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它是支持一个降噪通透的，然后价格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，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小五的，给小五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